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现在开始办案。美女处长，啊，陆处长，一会儿你带几位同志去省公安厅招待所找重要举报人蔡成功。侯代局长，你的作风很深入嘛啊！刚来汉东，屁股都没坐稳呢，就要冲到省公安厅的招待所去了。侯局长，您是局长，不用您亲自去，我们去带人就行。是吗？啊，我都是让你们给气糊涂了，谁都别去了啊！我打电话让他们把人送过来。哼，哈哈。陆处长，你笑起来可比哭好看。你见我哭过了？总有一天让你哭的。谁哭还不一定呢。怎么着？会开完了吧？各干各的去吧。等等，你们谁跟我去办案啊？侯局长，我。还有我。周正，结案报告写完了。林华华，案情分析搞清楚了？瞎起什么哄啊？都给我！他说他是局长，你们就相信了？这个任命文件没下来之前，反正我不相信。哎，我说陆亦可，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，这是没错的。我请贵处同志协助我办案，总可以吧？好的呀，请出示一下最高检反贪总局的介绍信。我现在要是手里有枪，我肯定第一个毙了你。快哭了吧？行行行，算我可怜你。哼，你今天可怜我，哪天落我手里了，我可不会可怜你的。喂，老学长，哎，是我侯亮平啊。我今天第一天来汉东报道，正式上班，正式开始办案，所以你得马上把那个蔡成功给我送过来。猴子，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你要过来了，本来以为你是过来办什么具体的案子，结果今天老师跟我说，我才知道你是调过来了。啊，老师可有指示啊？说让我给张罗张罗，给你接风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事儿啊，回头再说吧。现在马上把蔡成功送到我们省检察院来。杨平啊，这个事儿可能有点难。我实话跟你说啊，这个人呢，李达康书记可一直都盯着呢。如果我现在把这个蔡成功放出公安招待所，那荆州市公安局的人马上就会把他带走。我不管你们省厅市局为什么抢人，你赶快把蔡成功送到我们省检察院来。亮平啊，你们过来问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必须得在我们的询问室。我们这儿呢设备齐全。再说了，万一在法庭上被告律师说我们虐待他，我们总得有证据吧？我们公安厅还缺这些设备啊！啊，亮平啊，只要你有什么要求，我一定满足你。不行啊，我今天呢是第一天到任，这儿的人呢牺牲将我的军，你明白的？行行行，我明白了。好，我等着你啊。既然是市局、省厅都要抢人，咱们呀就得先下手为强。哎，我是你领导还是你是我领导啊？你领导我呀，但是我怕你耽误我们办案呀。你刚来汉东，汉东的事儿你知道吗？省厅和市局是不是同一系统的？胳膊肘子会往外拐啊。那好，陆处长，提人的任务呢，就交给你们一处。把蔡成功带回来之后，马上向我报告。369，跟我走。侯局长，那我们先去了。陆市长，陆市长，我觉得你刚才对新来的侯局长有点过分啊。我听华华讲，他跟咱陈局既是大学同学，又是铁哥们儿呢。我看这家伙心里这不是滋味儿，我就想起上次他来汉东的时候，我们还有陈海招待他那场景，我难受，你知道吗？你再难受啊，也不能冲人家来。你想啊，他级别也不低，好家谁呀跑到咱汉东来，图什么呢？知道，我就是恨
上面这帮人，他们急急忙忙把他调来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们觉得陈海就不能好了，还是怎么着啊？哎，不，你得换个角度想想啊！难道你想让那些做坏事的人逃之夭夭啊？不能啊！没准这侯局长来就是替咱陈局长讨回公道的，够义气啊，这哥们儿！怎么着？幸亏我和华华替你救场吧。废什么话呀！你们这几个眼睛都给我瞪大了啊！好好的协助新局长的工作。哎呦，我的姐，你说你有这好心，干嘛非要给人看驴肝肺？这不是毛病吗？你才有病！我心里难受，冲他嚷嚷怎么了？他如果真的是陈海的朋友，他就能理解。东来啊，你消息挺灵通的嘛，啊？实话跟你说，蔡成功这个人呢，是藏在公安招待所，是省检察院反贪局一手安排的。我们一位同志，省公安厅厅长，担负着社会治安和维稳重大的责任。可这位同志，正事儿不干，跑到陈岩石所在的敬老院小花园里去挖地。好家伙，累得那一头大汗的。如果今年农村基层评选劳模，我就投他一票。好同志啊，干农活是一把好手。瑞金书记这个提议非常好，我赞成，我也投他一票。哎，小金啊，蔡成功的事情呢，请达康书记啊，千万不要误会。我已经通知赵东来，马上到省公安厅的招待所后门去围堵，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我知道在开常委会呢，你抽空跟达康书记说一下。我们省公安厅绝对不会成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。这件事情呢，还是请达康书记千万不要误会，好吧？好。对祁同伟同志，我没有任何的误会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跟大家说，这位同志就是靠吹吹捧捧上去的。我举个例子吧，当年我在市委秘书一处，达康书记，说得明确一点，你当时是市委书记赵立春的秘书。这没有什么可隐瞒的，大家都知道。当时我在市委当秘书，祁同伟同志呢是公安局政保处的处长。当时赵立春同志要回乡上坟，我和祁同伟同志陪同。祁同伟同志真能做得出来呀！到了赵家坟上，扑通就跪下了，那是真哭啊，鼻涕眼泪全下来了。赵队长，检察院的车刚进去。看清楚了，是检察院的人吗？没错，就是反贪局的车。就在这堵。记着啊，千万别引起冲突。是。我不知道达康书记想借哭坟说明什么？说祁同伟不是个好东西，该拉出去枪毙？不至于吧？不至于。列宁倒是说过，把那些吹牛拍马的人都拉出去枪毙，可那是气话。国际公运史上还没有枪毙马屁精这么一说啊。所以啊，咱们的祁厅长不会有生命危险啊。今天是常委会，议题是讨论干部人事，在这个时候，
这样评价我们的公安厅长，我觉得有失偏颇。达康书记刚才说，他亲眼所见祁同伟哭坟，有这个可能，我不否认，真的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位祁厅长是不是因为触景生情，想起了自己的某一位亲人，或者恰在那个时候，他的一位亲人刚刚去世？有这种可能啊？你有没有了解过？我还真了解过。他的父母都健在，他们家是长寿家族。你还真调查过了。好，即便如此，那又怎样呢？这祁厅长是违反了党章哪一条，国法哪一款，或者说，是干部任用规定的哪一项呢？哎，这问得好啊！这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嘛。我觉得这不是黑色幽默。如果按照玉良书记的这种逻辑，既然祁同伟同志什么都没有违反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照正常程序来提他做副省长啊？大康书记，不要急于责问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嘛。是，玉良同志，接着说。你说什么？侯良平调到汉东来了？目前是我们汉东反贪局局长，他派我来接你的。我能给他打个电话吗？我的电话被他们给没收了。谢谢啊，猴子。哎，是我。你调到汉东来了？你少啰嗦，快跟我的人走。哎，猴子，那门口有辆市局的车一直在这盯着呢，所以我才派人来接你啊！跟陆处长走，快！哎，陆处长，我可把我全交给你了啊。我再嘱咐你们一次啊，不管省检察院和市局赵东来发生什么样的冲突，你们都不许往里掺和，听见没有？沙书记和达康书记刚才说的这些现象，是不是存在？而且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，甚至可以说非常严重。沙书记刚才说是乌烟瘴气，这个说法很准确，很到位。说出了我们一直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。同志们，这种官场现象的形成，并非一日之功，也不是我们汉东一省的特产。因此，光靠我们10几个常委开几次会，发几个文件，就能解决？那么，玉良同志，这就没办法解决了吗？能解决，而且一定能解决，但要有个过程啊。我们现在面对的形势十分复杂，甚至可以说非常严峻。荆州市委组织部长只是和女干部吃吃喝喝，而烟台市去年判刑的那位组织部长就不同了，跟好几个女干部通奸，影响极其恶劣。哎，国府同志，这些女干部后来处理了没有？处理了几个？据说一直都没有处理。怎么是据说？当时呢，我还没有调任纪委书记，后来听同志们说呀，没办法处理，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家庭，如果要是闹出什么离婚呢，或者自杀等等这些事情，那社会影响就大了。沙瑞金同志要到我省来任第一把手，许多干部得知他和陈岩石陈老的特殊关系，就经常往陈岩石那儿跑，送花送鸟。这种现象好不好？固然不好，但还是有底线、有顾忌的嘛。前年这烟台市一位市长过生日，那就不同了。属下368位干部
就干脆直接送钱了。送了多少呢？289万。啊？这位收钱的市长处理了没有？也没处理吗？处理了，判了15年，这没什么可说的。但那368位干部该怎么办？怎么处理？这件事陈老跟我说，好办，好处理，全撤职。夏书记，全撤掉，那烟台全市的干部体系就都垮了，工作谁来干？刘金同志，难呐。瑞银书记，当年为了解决这些干部问题，常委会上确实意见分歧很大。我们在执行公务，请让开。哟，你就是陆处长，正好提过你。陆处长，我们也在执行公务。你就是赵东来啊？很隆重嘛。局长亲自出马，不过蔡成功我一定要带走。他是重要举报人。你们可以到市公安局看守所接受举报吗？万一他心脏病发了呢？你这叫什么话？他要真有病，我们会及时治疗。万一你们不及时呢？后果谁来负？赵局长，给我24小时，24小时之后，你到我们反贪局来提人，我陆亦可说话算数。不行。蔡成功涉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、危害公共安全罪、非法集资诈骗罪，是我们通缉的重要嫌犯。陆处长，大风厂事件你不会不知道吧？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，人我们必须留下。哼。知道厉害了吧？我说不让你急着办案，你就是不听。你以为你从北京大机关下来的，他们就都听你的？没有，季检察长，我哪敢有这种幻想啊！亮平啊，你不要整天光想着办案，有些心思呀，也该用到人情世故上。我跟你说说李良同志啊，他是位老副局长的，也可以说是一位兢兢业业的老反贪。特别是在陈海出事之后，局里的工作就由他来主持。你想想，难道他不想再上一步？我抢了他的位置，让这位老反贪啊不高兴啊！谁碰到这样的事，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，包括你我。这很正常，人之常情。其实啊，吕梁同志在工作上还是蛮拼的。吕梁身体是真的不好吗？他不会是故意给我出难题吧？不，这些情况你不了解，我跟你说说。刚才我说了，吕梁同志在工作上认真负责，特别是局里有一些难做的工作，别人不愿意接手的案子，他都主动的承担，不是加班就是加点。所以身体呢，有些过早的透支，血脂、血压、血糖都高，心脏的动脉血管也有毛病，医院早就让他住院动手术，上个支架。可是你知道，咱们局里哪有这么大块的时间呀？就这么拖着，拖到今天我来了，他就解放了。行，我也算是做了件好事。你要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啊！我再跟你说说陆亦可他们和陈海呀，工作了很长时间，上下级呀配合得非常好，也很默契。
他们一直盼着陈海能早日苏醒回来工作。这时候，你空降下来了，他们在情感上有些难以接受，这也很正常嘛。你要多些理解啊。理解理解，我这一不小心啊，就犯了众怒了。什么众怒啊？小题大做。不就是一些情绪上的事情吗？情绪就要慢慢的消化，但不能影响工作呀。哎，季检察长，那这工作得您去做了。好，我做。哎，你抽空啊，到医院去看一下吕梁同志。一个班子，一定要搞好团结。好，可就怕人家不愿意跟我一个班子工作呢。怎么呢？你看他今天那样，是好好跟我团结吗？一撂脸，甩手走人，一点都不顾及影响。这个你也不要有什么顾虑，我可以跟你交个底。如果吕梁不配合你的工作，我们准备把他调到别的部门。不管怎么说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，绝不能影响反贪局的工作。好，那样最好。玉良同志和大家刚才的讲话，使我了解了不少新情况，也更加证实了我的判断，那就是汉东干部队伍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。怎么解决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按党纪国法办。这些话呀，我当纪委书记说了不止一次了，但是就是办不到。怎么办不了啊？其实就是一个想不想办、敢不敢办、有没有责任心的问题。比如咱们刚才谈到的那些女干部，跟组织部长上个床，就从科长提处长了。我想问一句，那这对于那些兢兢业业、干出许多成绩，却10年、20年原地不动的干部公平吗？不公平。这要不处理，大家跟着学样，那党风、政风、社会风气，不就全败坏掉了吗？田队，局长，你们给我盯住他啊！我是陆亦可，市局的人不放蔡成功，要不然你跟他们的厅长祁同伟说一下。好，我马上找。好。这个女处长态度很强硬，我得跟他们季检察长协商。记住，别冲动，表现出咱们的风度。这主够厉害呀，小辣椒啊！陈海这是想辣死我呀！师兄，我侯亮平啊。我说你们是不是坑人啊？我们的人去招待所提人，被市局的同志堵了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走后门啊？亮平，这件事情比较复杂，你听我慢慢说。哎，别跟我说这些，你是公安厅长，你解决，我们就要24小时。亮平啊，这个事儿啊，我还真帮不了你，你得找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。蔡成功呢，是达康书记下了死命令要的人，我真的挡不住。是兄弟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现在省委正在召开常委会，研究干部的人事问题，我能不能够上副省，能不能够任主管政法的副省长，全部都在今天的研究之列。你知道吗？邻省的公安厅厅长，可大部分都上了副省了。达康书记是省委常委，你说我敢得罪他吗？好，我就算为了兄弟你，我得罪他，那也不应该是在今天吧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看来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啊，没有太大的分歧。那么我提议，对这125名干部的任用先冻结。
不管是我们拟向中央推荐的副部级，还是你提拔使用的厅局级，一律按照干部的任用程序，重新深入考察，在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之后，再做决定。今天，我们只表决一位同志的任用。这位同志叫侯亮平，拟任我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、反贪局局长。会前我已经和主管政法的高玉良书记通过气了。吴部长，你把侯亮平的情况介绍一下。好的，有请书记。侯亮平，男，汉族，42岁，北京市人，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。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。亮平，看来你这位师兄不给你面子呀。你准备怎么办呢？真的和市公安局发生直接冲突啊？啊？兄弟单位怎么能直接冲突呢？我在想这事儿啊，挺有意思的。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为什么对蔡成功这么关心，连24小时都不给咱们？会不会和蔡成功举报的内容有关系啊？蔡成功电话里怎么说的？直接点到了李达康老婆欧阳菁吗？提到了，我有电话录音，当时总局秦局长也在。你把这电话让我听听。我在北京录的，这儿怎么听啊？哎，咱们那些设备。等会儿。喂，是我啊。啊？市公安局长赵东来要见我。啊。好，你让他等一会儿，我马上过去。人家亲自登门拜访了，真是步步紧逼啊！嗯。喂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给我压住了啊！我已经到了省检察院了，不许胡来。好。陆处长，我再给侯亮平打个电话。没用，不用打了。有用，我们发小好朋友，他绝对不会见死不救的，你知道。我这里做一个说明啊。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，是最高检的领导跟我商量之后共同决定的。他是带着重大的案件线索过来的，因为情况特殊又比较紧急，所以我跟他谈过话之后，就先让他到岗工作了。如果有哪位同志认为我违反了议事原则，不通过对他的任命，那也没关系。我们下次常委会再继续讨论该同志的任职。好，同志们，赞成对侯亮平任命的，请举手。达康同志，你有话说？没有，我不说了。哎，说嘛，咱们的原则不是会上尽管说，会后不议论吗？大康书记，你是不是觉得侯亮平是我的学生，所以你就……玉良书记，这位从北京来的侯亮平同志真是您的学生？没错，是我的学生，但不是我把他调来的，这点沙书记清楚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侯亮平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，是最高检的领导跟我商量之后共同决定的。我没有问题，我同意对侯亮平同志的任命。
那好，全票通过。梁平，我们换个思路想一想，如果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真有严重问题，现在李达康扣住蔡成功不放，他想干什么？堵住蔡成功的嘴啊！如果要真是这样，这就给我们下一步侦查提供了一个好机会。季检察长，这问题我早就想过了，风险太大了。这万一蔡成功死了呢？再说了，蔡成功是我发小，116事件之前特地跑来北京找我帮忙。我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。你等一会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蔡成功是你什么发小，还找你帮过忙？对啊，我知道我要回避，我准备让一处的陆亦可把这个案子查到底。你有意见吗？我没意见。你真是孙猴子。今天，我们对汉东干部队伍的现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梳理，对干部的任用达成了一致。特别是我们还请了陈岩石同志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，重温了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。特别是他提到的那位年轻的只有1天党龄的党员，对我们触动很深。这样的党课我们以后还要继续上。散会。赵局长，让你久等了啊。季检，不好意思啊，为了这么个具体的案子，还得麻烦你。没关系，都是工作嘛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新任的反贪局局长侯亮平同志。北京那个著名的小官巨贪的大案，就是他一手办的。你就是侯局长啊？赵局长，你可是吓跑了我们一位副市长啊！丁义珍副市长一跑，你们荆州市当官的都能松了口气了。也许吧，该进去的总要进去，迟早的事。哎，坐下谈，来，这样，亮平，你说吧。好，是这样的，赵局长，蔡成功我们不带走了，就在你们省公安厅招待所询问，时间是24小时，24小时之后，你们凭手续把人带走。哎，我同意，那就这么办吧。东来啊，你看有没有必要和李达康书记打个招呼？不必了，总这么僵持呢也不是办法。我相信李书记会理解的。那太好了，季检，那我就走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侯局，再见。再见。陆处长，我想见侯良平。又不是你想见谁就能见谁的。哎，那要这样，你给我带检察院去算了，反正我不愿意在这儿待着。你以为我们愿意在这儿待着呢？人家是不让你走。不是，那在这待着我干嘛呀？在这待着，陆市长。哎，陆市长。处长，小会议室我看过了，可以用。咱们反贪局审讯室所有的设备一样都不能上。好的。通知华华，叫几个法警过来，把这一层全部给我封锁，闲杂人等不许随便出入。是。抓紧时间，咱们只有24小时。24小时啊？那这不又要加班了？刚才你不是还挺高兴的吗？是你的侯代局长说不加班的，我可从来没说过。哦，这么大一事儿，你让我一个人对着蔡成功，您看合适吗？我本来说好跟华华一起吃顿饭的。多好呀，帮您省了。是省了，可是我怕再这么省下去，华华该给我踹了。就像你这么小气的人，
我也算是开了眼了，你就不能大方点吗？你得理解我呀，处长，我还要还房贷，压力山大呀。哎，这能省就省点儿。我帮你，我保证让你1年之内勤不了几次课。那谢谢处长。哎，亮平，看看，这就是给你准备的房间。检察长、侯局长。嚯，华华，你在这儿呢？嗯。想得真周到，还摆上花了。宿舍也得有点家的样嘛。好，我向你提出口头表扬。华华，你们新局长刚到任，来到咱们这儿，生活上有什么不习惯的，你们一定要多关心啊。是，您就放心吧。嗯。来，亮平，看看你卧房。喂，周正，你搞什么啊？我给你打手机你不接，打办公室你也不在，我就知道你在新来的局长家签一天。怎么着？又要给老陆下针？我还没逮着机会呢。老陆可说了，今儿晚上哪怕是牵狗架鹰，也要把你找着，让你带法警来封锁楼道。我可就惨了，24小时别想回家了。啊，对了，晚饭也不能请你吃了，这可不是我想省钱啊。理解啊，亲爱的。亮姐，亮姐，我也对你深表同情。你跟老陆说啊，我现在就让法警过去，我就不过去了。谁的电话？啊，周正。哦，亮平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行，你忙。你好好休息休息。好嘞。啊，门就开着吧。人都到了吗？人都到齐了。蔡成功抓到了吗？控制住了，但是赵东来局长说是要亲自向你汇报。水币。哦。大家都坐吧。李书记，蔡成功的事啊，我先跟你简单汇报一下。好，说。哎，李书记，这今天与会的同志都和蔡成功跟大工厂有关，说。是这样，目前蔡成功还在公安厅招待所，我也找了他们季检察长了，最终呢，双方达成一个折中的方案。我们开始吧。哎，侯局长，您喝茶？别光喝茶，有什么吃的吗？我快饿死了。饿了？那哎，我给你煮方便面吧，再煨2蛋。季检察长说了，买了好多吃的，给我做俩菜去。啊？可我也只会煮方便面啊。方便面专家，注重专业，心无旁骛是吧？才不是呢，这都是被我们陆处长给害的。他整天就知道让我们加班，搞得我们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我们大好的青春年华啊，都被他给耽误了。没那么严重。我在北京当侦查处长也很忙的，给我做饭是一流的。我们家里人啊，就喜欢吃我做的饭。跟你说，这时间是自己挤的，本领是自己学的。一会儿做个炒肉丝，再来个红烧带鱼。真的假的呀？这人和人差距就是不一样啊！一个女生只会煮方便面，这以后嫁给谁啊？侯局长，
这你就不用为我操心了。我林华华有男朋友，明年就结婚了。是厨子吧？什么厨子啊？咱们同行周正。哦，哎，这小伙子还不错，做饭怎么样？他煮的方便面比我煮的好吃多了。哎，把这鱼给我拿过来。嗯。现在就这么个情况。你在季昌明那儿见到北京那个侯亮平局长了？见了。这个方案就是这侯亮平局长提出来的。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，是最高检的领导跟我商量之后共同决定的。他是带着重大的案件线索过来的。开会。财政局前局长，你先说说吧，大风厂员工下岗的安置费是多少？怎么解决？好的，李书记，那我来向您和同志们汇报一下。经初步核算，大风厂1365名员工应付安置费4510余万，但是大风老板蔡成功已经破产，负债累累，没有什么偿付能力。说来说去，4500万。蔡成功破产了，还不上；山水集团不富，怎么办？解决不了了吗？大风厂不拆迁了吗？这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？与谁同步一肩上的职责，听一番枝繁叶落，看一幕檐下交错。此时此刻，情同手足在侧。与谁同我以心中的执着，听一声青梅涌了，看一片繁星闪烁。此时此刻，爱与永续，你我。以人民的名义赋予你生命的尊严，奉献的权利。当所有万马奔腾，扶摇升起，一口气直达心底，令人争气。以人民的名义托付你权杖的重量，勋章的意义。当一切尘埃落地，喧嚣归隐，一颗心情归故里，潇洒落笔。以人民的名义赋予你生命的尊严，奉献的权利。当所有万马奔腾，扶摇升起，一口气直达心底，令人争气。以人民的名义托付你权杖的重量，勋章的意义。当一切尘埃落地，喧嚣归隐，一颗心